根据欧亚时报的报道，俄罗斯政府有可能在向阿富汗求援，希望能够从对方手里获得大批美制装备来打接下来的春季战。拿美式装备援助俄军真的有用吗？如果阿富汗真的答应援助俄罗斯，将会为俄军带来哪些帮助？咱们接着往下看。在2021年8月30号23点59分，随着美军最后一架 C-17运输机在夜色中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斯·麦肯齐宣布，美军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出的任务，20年的军事行动也宣告结束了。这次的撤离给阿富汗留下了大批辎重。按照麦肯齐的介绍，美军光是在喀布尔机场就留下了70辆防地雷反伏击车、27辆悍马和73架飞机，还有在8月30号当天在保卫机场拦截火箭弹的 CRAM 反火箭炮，以及不少大型火炮和迫击炮系统。除此之外呢，在2002到2017年之间，美国还向阿富汗提供了价值约28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包括枪支、夜视镜、小型无人侦察机、车辆、保障装备等各式武器。根据目前开源信息可确知，阿富汗接手的美军装备从多种飞机、车辆到单兵装备一应俱全，至少包括了若干架 C-130H 大力神运输机、A-29攻击机、黑鹰直升机、C-208轻型运输机、MD-530轻型攻击直升机、CH-46E 直升机、扫描鹰无人机等各式飞机，还有数辆巨大的悍马装甲车、防地雷反伏击车、M1117 守护者装甲车、MRZRD 全地形突击车，甚至皮卡等各种车型。比这些大型装备数量更多的呢，是大量的夜视设备、通信器材、便携式反空导弹、反坦克导弹、美制的 M4、M16步枪，甚至拆弹机器人等单兵装备。如此多的常规武器，让如今的俄罗斯十分眼馋。在这些装备中呢，大兵认为那一大堆夜视仪是目前对俄罗斯最有帮助的。俄军的缺点呢，我们从这次的俄乌战争中能够发现，俄军在战术上的进攻主要是在白天依靠坦克纵队沿着公路发动猛烈的装甲火力，或者伞兵开着铝合金装甲车单独发动突击。这是因为俄军缺乏步兵和单兵夜视系统。如今俄军使用的夜视器材都较为落后，不仅视距近、成像质量低，还容易受到干扰。而美国等国家援助了乌克兰上万套先进的夜视仪，不仅视距远、成像质量高，抗干扰能力也很强。这就导致战场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白天，俄军坦克沿着公路突击；到了夜间，乌军小股部队就利用夜战优势不断发动袭击，俄军只能被动挨打。美军留在阿富汗的这些夜视仪都可是先进的 ANT 夜视仪。这家公司的夜视仪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夜视设备了。它的镜片采用了黑海和里海里才有的高质量砂来制作，这种玻璃也是目前制作光学仪器最好的材料之一。即使一些出名的德国光学公司也会从美国这里进口光学系统原料。它的外壳材料包括了钛金属、航空用铝合金以及高强度塑料。为了达到设计目的，美军在夜视仪上使用了零环技术、氮气清洗技术，这使得夜视仪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气候条件。它可以在微光下700多米外发现敌人。因此，装备有上万套西方先进夜视系统的乌军，再加上标枪和铁拳反装甲武器，在夜战当中对俄军拥有比较大的优势。因此，大兵认为相较于悍马车、火炮这些装备，俄军更需要的还是夜视设备。俄军能用美式装备吗？而那些像反坦克武器、枪支、迫击炮一类的装备，我想俄罗斯应该也不会去要。毕竟这些武器完全和自家的苏制武器是两回事，光是如何补充弹药就够俄罗斯头疼一阵了。至于黑鹰直升机什么的，就算真的援助给了俄罗斯，实际效用也不大。在所有美军遗落在阿富汗的装备中的热度最大的，也是最为吸引世界目光的，是10余架 UH-60黑鹰直升机和20余架 A-29超级巨嘴鸟攻击机。这些装备都是阿富汗战争时期美军空中打击的关键角色。但是到了阿富汗手里，首先，阿富汗现在控制的各类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都经历了服役多年，饱经战火，并非最新型号，其性能参数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这些黑鹰是美军使用过的最早期的 UH-60A 型，该机型最后一批的生产时间是1989年，而机库中的几架 CH-46E 直升机更是服役了几十年的古董，往后还能不能继续飞还是个问题。而超级巨嘴鸟是上世纪90年代巴西研制的一款原本是教练机的涡轮螺旋桨对地攻击机，它飞行速度慢，高度低，以投掷普通航空炸弹和火箭弹为主要武器，是美军专门为打击阿富汗而订购的廉价机种。它的特性呢，并不适用于如今的俄乌战场，而且这些飞机还需要有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并且严重依赖复杂而且专业的地面保障体系。执行对地侦察和打击任务，还要依赖完善的情报和通信系统，这都是目前阿富汗和俄罗斯所欠缺的。毕竟，现代战争中的武器装备往往只是整个作战系统的终端或者节点，其巨大的战场威力必须依托背后强大的情报、通信、训练、后勤、指挥等体系来支撑。没有体系支撑的武器，只能是战场上的一件昂贵的玩具。不过除了装备之外呢，其实阿富汗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援助俄罗斯，那就是援助士兵。当然，这里的援助士兵啊，并不是让阿富汗直接出兵乌克兰与俄军联合作战，而是以雇佣军或者志愿军的方式加入俄罗斯军队前往战场。毕竟俄罗斯目前确实需要一批有战斗力的兵员，这些阿富汗军官对俄罗斯来说呢，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虽然如今俄罗斯又动员了几十万的新兵，但是新兵啊毕竟是新兵，战斗经验什么的几乎为零。即便是经过训练后，最多呢也就是去填一下战线，打打堑壕战什么的。而阿富汗的士兵那可就不一样了。如今的阿富汗陆军目前有兵力15万人，受常年战争影响，这些士兵呢都十分擅长游击作战。虽然与俄军目前正在改革的大兵团作战方式不同，但至少也能为俄军缓解没有充足步兵的窘境。再加上美军临走前留下了大量装备，如今的阿富汗士兵还是一支高度机械化的军队。此前随着阿富汗士兵进驻喀布尔，社交媒体上流传出的一张照片呢，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阿富汗士兵的印象。按照英国《每日邮报》的说法，这一身美式装备的打扮者是阿富汗巴德里313特种部队，他们拥有美国风格的夜视镜、战术电台、防弹背心、M4突击步枪和悍马车，俨然一副中东版美军的派头，战斗力不容小觑。至于加入的方式呢，瓦格纳集团就是一个不错的由头。自从俄乌开战以来，该公司就一直在向外界招人。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战区网站就向外透露，称瓦格纳集团正在招募阿富汗士兵参战，其征兵规模在5000人以上。这些特种兵都是有着很强的实战能力的，在来到俄乌战场后，他们可以掩护协同坦克装甲部队穿插渗透或者包围敌军侧面，以包围或者发动对敌军的后方攻击，对敌人高级目标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袭击，破坏敌人的后勤系统，以及进行城市巷战等等。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阿富汗士兵的实力如何？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